大家好。你有没有觉得明明感觉自己身体还不错啊，但好像眼睛第一个先投降了？别担心，其实50岁真的不是视力的终点，它反而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，是我们开始要更积极主动去照顾我们灵魂之窗的最好时机。是不是也发现，像这些以前觉得没什么的小事情，现在却开始让你觉得有点小挫折？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第一个讯号，提醒我们，眼睛正在经历一些变化哦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走一趟这个旅程。首先呢，我们会来看看视力的分水岭在哪里，再来要学会怎么分辨什么是正常老化，什么又是异常的警讯。接着我们要来认识几种比较重大的眼疾威胁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给你一套专属的保健方法，告诉你要怎么样才能拥抱一个世纪的清晰视力。好的，我们先来深入了解一下，为什么说50岁是一个分水岭呢？简单来说我们眼睛里面的那些精密零件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老化的速度会开始加快。就像一台用很久的机器，里面的组织会变得比较硬，一些新陈代谢留下来的垃圾也开始堆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觉得视力好像大不如前的主要原因啦。你看哦，画面上这5个就是我们中年以后最常遇到的眼睛状况了。比方说，看近的东西很吃力的老花，还有水晶体变浑浊的白内障，再来是会影响正中央视力的黄斑部病变，还有眼睛干干涩涩的干眼症，最后是会偷偷摸摸把我们视野偷走的青光眼。我知道这些听起来可能有点吓人，不过先了解它们就是保护我们视力的第一步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部分我觉得超级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会分清楚，到底哪些是我们可以预期、可以处理的正常老化，而哪些又是身体发出的警报，是需要我们立刻去找医生求救的严重讯号。我们来做个比较，你看哦，这个对比就非常清楚了。左边的老花眼，这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，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。但是右边这个，如果你看出去的直线，怎么变成波浪状了？那这就完全不是正常老化咯。它很有可能是黄斑部病变的一个典型征兆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报。所以关键点来了，不管你是看到线条扭曲了、断掉了，还是视力突然一下子变模糊，或者感觉自己的视野好像从两边被压缩越来越窄，只要出现这些状况，拜托千万不要犹豫，马上就去看医生。这些都不是可以等一下或者可以忽视的正常现象。接着我们就来聚焦几种最严重的眼睛疾病，它们之所以这么危险，就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常常都安静得不得了，让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像这个黄斑部病变，它攻击的就是我们看得最清楚、最敏锐的那个中心视力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强调波浪线这个症状这么重要，因为它就是你中心视力被破坏的一个迹象。而这句话真的把青光眼形容得太贴切了，它就像一个小偷，通常早期没有任何症状，然后在你根本不知道的时候，一点一点的从旁边开始偷走你的视野。好，前面讲了这么多警讯，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，但别担心，现在我们要转换一下焦点，来看看一些很积极、很正面的方法。接下来的内容就是你可以马上开始做，来保护视力的一整套实用工具。吃的东西就很重要了，你可以把这些营养素想象成是我们眼睛的内建太阳眼镜，像是叶黄素、Omega-3，还有各种维他命，这些抗氧化剂，它们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视网膜里最宝贵的那些细胞，去对抗每天光线跟氧化带来的伤害。说到这个，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或试过，就是转动眼球的运动，大家都觉得这样可以改善视力，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？答案是很抱歉，这是一个迷思，而且它还可能有风险哦。特别是对于那些高度近视的朋友，你这样大力的转动眼球，反而可能会去拉扯到已经很脆弱的视网膜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有科学根据的真正安全的方法。这一个才是所有专家都一致推荐既安全又有效的方法，叫做20-20-20法则。超级简单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做，就是你每用眼睛20分钟，就抬起头去看20英尺，大概就是6公尺远的地方，然后看个20秒。
就是这么简单的动作，就可以让你眼睛里面的肌肉得到很宝贵的放松，能有效舒缓眼睛的压力。73%，哇，这个数字很高吧？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？答案就是这个，规律的有氧运动居然可以把得到青光眼的风险降低高达73%呢！这就再次证明，我们全身的健康跟眼睛的健康真的是分不开的。像快走啊、慢跑啊，这些运动都可以很有效的降低眼压，可以说是预防青光眼最有力的天然方法之一了。最后，我帮大家总结一下，有3个你一定要做的防护罩。第一，出门一定要戴太阳眼镜；第二，马上戒烟；第三，控制好你的血压和血糖。只要做到这3点，就可以大幅降低得到白内障、黄斑部病变这些重大眼疾的风险。好了，来到我们最后一个部分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讯息哦，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耐用。你猜猜看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在没有生病也没有意外伤害的情况下，它的设计寿命是多久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吓一跳，是超过100年呢。这个资讯呢，是不是很令人振奋？它告诉我们，虽然老化是正常的，但视力衰退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。只要我们给眼睛正确的照顾，然后好好利用现代医疗的力量，我们的这双眼睛是完全有能力可以陪我们看遍一整个世纪的风景的。那么讲了这么多，如果只能做一件事来保护视力，那最重要、最关键的行动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每年去做一次散瞳眼底检查。医生会用药水暂时把你的瞳孔放大，这样他才能够深入地看清楚你眼睛最深处的健康状况。在很多疾病都还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，就提早发现问题。这不只是一个建议，它更是你对自己未来清晰的视野所能做出最重要的一个承诺。